语学习系列：如何利用每日自我教育学英文？欢迎大家来到这次的深度解析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，可以说能彻底翻转你人生轨迹的主题。老实说，我们是不是常常陷入一种迷思，总觉得要等到那个传说中完美的时机出现，才要开始改变生活？你可能会对自己说，等我准备好了啦，等下礼拜没这么忙再说。但非常残酷的事实是，那个完美的时机根本永远不会来。每个能想到的伟大成功故事，其实都始于一个超级简单的决定，就是现在开始。所以今天就让我们透过这份转变的蓝图，一起来看看每日自我教育到底藏着什么样的魔力吧。想象一下，有2个人同时开始他们的职涯，走上2条截然不同的路径。第一种人，我们叫他得过且过者。他们每天上班就是只做绝对必要的事情，一到下班时间就把所有的精力都砸在娱乐上，追求当下的安逸。但另一种人呢，他们是终身学习者，即使每天再累，他们也会硬挤出一点点时间来成长，可能只是读几页书，听一段有启发性的 podcast， 或是向有经验的人请教。你知道吗？一开始这2个人看起来根本没什么差别，但如果我们快转到5年后呢？哇，那差距可就大了。那些微小持续的日常选择，最终会像滚雪球一样，为他们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机会，甚至拉开巨大的人生格局。舅舅带我们来到第一个重点：成长的顺则。你要知道，真正的教育绝对不是在你拿到毕业证书、丢出学士帽的那刻就结束了。其实最深刻的教育是在没有人拿鞭子在后面逼你，没有老师天天盯着你考试的时候，才真正开始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，哎呀，今天就算努力这一下下，好像也没差吧。但我们来算一笔超简单的账，如果你每天只读短短的10页书，听起来没什么，对吧？但1年下来，那是超过3600页啊。这代表着无数本好书，无数个能激发你的新点子，以及无数个升级你大脑的机会。这就是微小努力经过时间复利后爆发出来的惊人威力。当然啦，讲到这里，最常听到的万年借口一定会出现。可是我很忙，我真的没时间啊。但我们说句大实话，这根本无关乎时间，这完全是优先顺序的问题。如果你诚实面对自己，如果你有时间在手机上无限滑着 IG， 看着那些几小时后你就忘记的短影音，那么你绝对有时间可以学习。真正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你的时间不够用，而是你把这些宝贵的时间优先分给了什么事。那么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？这就来到我们的第2部分，赢得早晨。试着去掌控你每天起床后最初的那20分钟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多数人是怎么在一天刚开始就把生活的掌控权给交出去的？没错，就在闹钟响起的那1秒钟，双脚都还没踩到地板，就急着抓起手机回讯息、滑社群，让这个世界杂乱的资讯立刻塞满大脑。这时候，你不是在主导你的一天，你只是在对这个世界做出被动的反应。但其实要夺回主导权非常简单，不需要什么超复杂的系统，试试这4个简单的步骤就好。首先，给自己几分钟安静深呼吸，接着多一点有益的内容，再来稍微伸展活动一下身体，唤醒能量，最后写下你今天最重要的3项任务。就这么简单。这套短短10到20分钟的晨间习惯，能帮你瞬间建立起一整天超强的专注力。听好咯，你真的不需要凌晨5点就痛苦地爬起来折磨自己，也不需要搞得像在当兵一样。你只需要透过这些微小的行动，向你的大脑发送一个超强的讯号：嘿，现在是我在掌控全局。当你的早晨是平静而且有方向感的，你的思绪自然会更集中，自律性也会跟着提升，你做出来的决策品质也会更好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从一个被动反应的人，变成了一个主动出击的赢家。搞定早晨之后，我们来到第3的重点，保护你的心态。
因为你身处的环境真的会塑造你这个人。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，你每天吸收的内容，你周围常常接触的人，都在一砖一瓦地建构着你的大脑。如果你身边充满了抱怨跟找借口的人，久而久之，你也会变成那个样子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你主动改变输入大脑的资讯，你的想法就会开始翻转。所以，请务必记住一个超级残酷，但也超级真实的道理：钱没了，我们大不了再赚，但时间溜走了，就永远回不来了。时间绝对是你手里最 VIP 级的资产。每一天你都在做选择，你要看什么，听什么，跟谁混在一起。我们必须刻意的把时间当作最稀缺的资源，有意识的去学习、去成长，而不是在那些无意识的分心中把时间给挥霍掉。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第4部分，也是很多人会卡关的地方：自律胜过动机。这当中的关键就在于，当你觉得困难、觉得累的时候，你还能坚持出现吗？当你刚开始设定一个新目标，一开始觉得是超兴奋、超有干劲的，对吧？但热情这种东西，无可避免的一定会退潮。如果你只靠灵感或是动机来做事，那真的是一个非常维权的陷阱。我们来强烈对比一下这2个概念。一方面是动机，它完全依赖你当下的感觉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总是在苦苦等待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降临的灵感。但另一方面呢，是自律。自律依赖的是行动。真正的进步往往发生在你觉得超累、超想分心，或者觉得自己根本还没准备好的时候，却依然硬着头皮去行动的那些时刻。就像那些顶尖的运动员，他们绝对不会只有在心情好的时候才去训练，而是在最痛苦、最艰难的日子里，依然坚持出现。所以，为了让大家更好记，我们来给自律下一个超接地气的定义。所谓的自律，就是在你最渴望的长远目标，跟你现在马上就想要的短暂舒适之间，果断选择前者。你现在可能超想赖在沙发上滑手机放松，但你内心最想要的是成长跟自由。只有咬牙选择后者，才能真正把你往前推。最后，我们来到第5部分，从挑战中学习，并且永远保持一种学生的心态。当然啦，在追求成长的路上，你100%会遇到各种鸟事跟挫折。这时候，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失败，不要把挑战当成挡在你面前死胡同，而是把它们当作是升级打怪必经的重量训练。这里有个超级改变人生的诀窍：当遇到困难时，多数人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受害者，抱怨说为什么这种倒霉事会发生在我身上。但如果你能把视角转一下，问自己这句话：我能从这件事情里学到什么？哇，这个微小的转换绝对会是你人生的转捩点。失败不再是叫你停下来的红灯，而是指引你哪里可以变得更强的路标。那么，一个真正拥有学生心态的人会是什么样子？他们不怕犯错，他们懂得把无聊的自尊心先放旁边，而且敢于诚实面对自己不懂不擅长的地方。记住，待在舒适圈只会让你原地踏步，唯有勇敢地踏进那些让你觉得很不舒服、很有挑战性的领域，才是让你持续进步的唯一通关密码。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精彩的概念，但请你务必记住这句话：没有行动的知识，说穿了就只是一堆死板的资讯而已。如果你只是舒舒服服地坐在荧幕前看完这场解析，点个头觉得讲得真好，然后关掉画面什么都不做，那么你的生活明天依然会一模一样。你必须从刚才提到的东西里至少挑出一个想法，然后把它变成你在真实世界里的具体行动。所以在这次解析即将结束的此刻，我想把这个最直接也最重要的问题丢给你：你今天能用刚刚学到的东西来做些什么？真的，不要再等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完美时机了。哪怕今天只是去读个5页书，哪怕只是决定明天早上提早10分钟起床安静思考。把主导权拿回来，把知识变成行动，就从今天，就从现在这1秒开始改变你的未来吧。